我敢说今年这个农历7月跟你过去几十年见过的全都不一样。7月初一子时，也就是鬼门开的时候，换算成阳历就是8月12号后半夜到13号天亮前，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正赶上了极其罕见的天狗食日。这两件事你单拎出哪一件来看，其实都不算太稀奇。可是诸位，你想想看，鬼门洞开到最大的同一刻，天上的太阳骤然被遮住了，再叠加上今年丙午赤马红羊年的火气，天干地支全属火气，这一整年大家都像被架在火上烤一样。这3件事硬生生地撞在同一个时辰，那是几百年都难得一遇的。很多人听到这儿，心里肯定先咯噔一下，哎呀，极阴之日天无光，这是不是老天爷要降大灾，要罚人了？千万别自己吓自己。你们要晓得，我们学传统文化是为了明理，是为了把日子过得通透，绝对不是为了给自己添无端的恐慌天地。它没有咱们凡人那套喜怒哀乐，更没有那个闲工夫特意去针对谁。你什么时候见过春天高兴了，就多抽2片芽，秋天生气了，就早落半束叶子，从来没有的事嘛。那天象说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我告诉你们，它就是天地间的一个大钟表，时辰一到，当地一声，每个人身上自带的那本因果账，自然就翻到了该结账的那一页。可话又说回来，今年这3重契机叠加的局面确实不能大意。老祖宗讲孤阴不生，独阳不长，阴阳相衡才是世间的常态。可今年这一晚，3股力量硬生生撞在了一处。第一重是年年都有的鬼门开，这本就是阴气上浮的节点。第二重是日食遮日，这就如同把天顶的阳灯骤然掐灭，好比你在灶上炖得滚沸的汤锅猛地被人掀了盖子，里头的阴气借着缺口只往上冲。第3重是丙午年本身的火气蒸腾，人心在这个时候本就浮躁易怒，家庭的口角，人际的摩擦比往年多得多。这个道理很简单，火太旺了，锅容易烧干，锅底反倒容易裂。所以这不是老天爷要罚人，是天地间的阴阳气机。在这个特殊的时辰，有一场剧烈的交锋。咱们人的肉身与心神本就是跟着天地气机起落的，如果你糊里糊涂毫无防备地顺着这股乱窜的气走，那就很容易吃大亏。诸位要记住我一句话，从来不是天地推你入坑，是你自己闭着眼睛撞了上去。在这场气机交锋里，有4种人会被牵扯得最厉害。第一种，遇上一个行字，外头的气压着，里头的火发不出去，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专跟最亲近的人置气，拿着刀子往亲人心窝子上扎。第二种，遇上一个冲字，水火劈头盖脸的相撞，先把他的心神打乱了，脑子一发懵，手里的钱财，身边的安稳，说散就散了。第3种，遇上一个害字，表面看着和和气气，顺风顺水，实际上却被人暗中一点点耗干，在背后挨着冷箭。第4种，最可惜，遇上一个破字，眼看着搭桥铺路就要成事了，偏偏在临门一脚的时候被人抽了底下的粮，半生的心血全都搭进去了。这4种人分别对应的是哪几个生肖？他们背后的因果账到底是怎么算的？在这段日子里，咱们又该怎么守好一家老小的平安？来，咱们顺着天地气机的脉络沉下心，一个一个给你们讲清楚。今年首当其冲的就是属马的朋友，大家都听说过，今年是马年，属马的朋友今年叫坐值太岁，
这个直字，很多人一听，哎呀，犯太岁了，吓得腿都软了，以为是老天爷给自己下了什么可怕的咒语，或者是被谁暗中使了坏，千万不要这么想。我告诉你们，直就是当直，就是轮班，这个道理很简单，天干地支12年转一圈，就好比一个大转盘，今年正好转到了马这一格，那是天地监管因果的账房先生，把他手里那本厚厚的账册正好翻到了属于你的那一页。他不是跟你有什么仇怨要整理，他只是叫到你的号了，要把你这10来年自己攒下的善恶种子拿出来跟你对一对账。所以你们要晓得，这账是你自己一天一天一笔一笔亲自记下来的，他现在只是把本子摊开给你看个明白。那为什么属马的朋友今年感觉特别难熬？尤其在这个7月初1日食之后，觉得简直喘不过气来。老祖宗留下的五行学问里，马本身是属火的，今年丙午年又是火年，两个火叠在一块儿，命理上给它起了个名字叫五五字刑。什么叫字刑？你把这2个字拆开看，刑就是受刑罚受折磨，自刑就是自己折磨自己，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你想想看，火是个什么脾气？急躁，直来直去，热烈，一点就着。现在2个火落在一起，那可不是冬天里烤火的暖和，那是烧过头了，人就像是变成了一桶满满的火药，干巴巴的，随便谁路过不小心碰一下，轰的一声就要炸开。今年偏偏又撞上日食和鬼门开，极寒极阴的气机从外头压过来，这就像什么？就像一块在炉子里烧得通红发亮的铁，你突然把它夹出来，直接扔进冰冷的冷水里，滋的一声，你以为这块铁会变得更结实吗？不会的，它会裂开，会从里头深深的崩裂，外头那股阴气死死压着，你里头那把火压不下去，又发散不出来，这股气在身体里乱撞，先垮掉的一定是你的精神。你自己回想一下，这2个月是不是经常有这样的情形？大白天坐在那里，明明没干什么重活，却觉得困得不行，连眼睛都快睁不开了，做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劲。可是到了晚上，你拖着疲惫的身子往床上一躺，想要好好睡一觉的时候，坏了，反倒精神了，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脑子里的念头一个接一个的往外冒，像走马灯一样停不下来，而且想的全是陈芝麻烂谷子的烦心事，尽往最坏的方面去盘算。你是不是也是这样？白天虚脱，晚上煎熬，这就是火被捂在里头，把精神给熬干了。这股火在里头出不去，他憋得难受，总要找个地方发泄出来啊。找谁呢？他一定去找你身边最亲近最不设防的那个人。你想想看，是不是往往老伴好心端过来一碗热汤，怕你饿着，你一看那汤的颜色或者嫌弃温度烫了凉了，啪的一下筷子就摔了，那一刻你根本控制不住自己，口不择言啊，什么话难听就挑什么话往外扔，非要吵得天翻地覆才算完。可是吵完之后呢，看着老伴委屈的掉眼泪，看着儿女叹着气躲回房间，你一个人坐在沙发上，心里头冷清清的，空荡荡的，后悔的恨不得抽自己2个大嘴巴。你在心里发誓，下次绝对不这样了，可是有什么用呢？过个2、3天遇到点小事，火气一上来，你照样还是发脾气。你以为你是在跟老伴吵，是在跟儿女置气吗？我告诉你们，你不是，你是在跟你自己过不去，这种在发火与后悔之间来回打转，
把自己的心气抽得干干净净的状态，就是自行最典型的样子。讲到这里，我想起咱们史书上记载过的一个人，诸位要好好听听他身上的因果。这个可是把自己跟自己过不去这几个字体现的淋漓尽致。这个人叫商鞅，2000多年前，他给当时的国家定规矩，那规矩定的是极其严苛，严到什么程度？老百姓哪怕是在大街上倒一点灰烬都要被用刑，谁要是犯了法，连带着邻居亲戚都要一起掉脑袋，这叫连坐。当时哪怕是太子犯了错，商鞅也毫不留情。他在高高在上的时候，觉得这套规矩就是他的铜墙铁壁，谁也碰不得，谁也惹不起。可是你们要晓得，世间的因果是最公平的，气机一转，那是天翻地覆。后来一直重用他的老国君驾崩了，当年那个被他惩罚过老师的太子坐上了王位，新账老账一起算，满朝文武，还有那些被他定下的严刑峻法折磨过的老百姓，全都要拿他问罪。商鞅没办法，连夜出逃，他从高高在上的相国，一下子变成了如同上家之犬的逃犯。那天夜里，天黑透了，风刮在脸上像刀子一样割肉，商鞅一路狂奔，逃到了边关。他几天几夜没合眼，又冷又饿，鞋也磨穿了。就在快要绝望的时候，他远远看到前面有一点昏黄的灯光，是一家开在荒郊野外的破旧客栈。商鞅踉踉跄跄地跑过去，用力拍打着那扇木门，开门，快开门！门开了一条缝，一个老实巴交的店家探出头来，手里提着一盏防风灯，上下打量着这个满身泥土神色惊惶的男人。商鞅一把抓住门框，喘着粗气说：给我准备一间上房，再弄些热饭热菜，我有的是钱。说着就往外掏碎银子，店家却没有接银子，只是把灯笼往前凑了凑，伸出手问：客官，您的通关凭证呢？拿出来我登记一下。商鞅一下愣住了，他急着逃命，哪里有什么凭证？他强挤出一丝笑脸，甚至带着几分哀求：我走得急，凭证落在家里了，我付你双倍的房钱，3倍也行，只要让我进去躲一晚。那个店家听了，吓得手一哆嗦，赶紧把门往回关。店家隔着门缝，声音都在发抖，连连摆手说：使不得啊，客官您快走吧，您别害我，我们商君当年亲自定下过死规矩，要是客栈敢收留没有凭证的陌生人，被查出来了，那是连坐的大罪，不但我要掉脑袋，连我的老婆孩子甚至左邻右舍全都要遭殃。我家里还有一窝小娃娃，我可不敢收留您啊。话音刚落，砰的一声，那扇破旧的木门在商鞅面前死死地关上了。商鞅就那么呆呆地站在刺骨的冷风里，门里头透出热乎乎的饭菜香气，门外头是无边无际的黑暗和紧追不舍的杀机。他低头看了看自己沾满泥血的双手，突然仰起头，在风中发出了一声比哭还难看的惨笑。他终于明白了，把他逼上绝路的根本不是后面那些追兵，也不是新上任的国君，把他挡在那扇活命的门外的正是他自己，是他当年咬着牙冷着脸亲手定下的那个残忍至极的规矩。诸位你想想看，这不就是最可怕的自刑吗？捆住你手脚的那根绳子根本不是外人拿来的，就是你自己。在过去的岁月里，凭着你的执念，你的脾气，你对人的苛刻，一天一天一根一根亲手戳出来，最后死死套在自己脖子上的，这就是因果啊。咱们再把话拉回到
属马的朋友身上这股自行的气机转到身体上，他也是会找薄弱口去突破的。五行里头五这个字在人身上对应的是心小肠，眼睛还有心血管一冷一热这么猛烈的对冲，气血一旦乱了，你就会莫名其妙的觉得心慌，胸口像压了块大石头一样闷得慌，血压像坐过山车一样忽高忽低，看东西的时候眼睛容易发花干涩。我在这里特别要提醒咱们年纪大的本来身体就不太好的属马的老朋友，平时动作慢一点，起身后少猛回头，千万别让自己大喜大怒，哪怕心里头再委屈再憋闷，也要把这股乱窜的气机给稳住。除了身体上要注意，属马的朋友今年这股自行的劲儿让你常常干活走神，下楼梯踩空，所以凡是带点危险的事情，哪怕是登高换个灯泡，你能不做就尽量往后推。最后我再交代一句要紧的，属马的朋友，在这个特殊的月份里，有一个地方你们千万不要去。五行里头讲木生火，木头是生火的，没错吧？可你们要晓得，那得是干透了的好木头。如果是阴湿之木，它不仅不生火，反而会灭火。你回老家烧过地锅就知道，往灶堂里塞一把刚从雨地里捡回来的湿柴，火不但旺不起来，反而会被湿气压灭，呛得你一屋子黑烟。那些阴湿的树林子，终年晒不到太阳的深山老沟，几百年老树底下的阴凉地，那是天地间阴寒之气聚得最后的地方，你本身阳气就被压得快透不过气了，再往那种地方转，就好比拿着快要熄灭的火柴梗非往烂泥塘里扎。好多人不信邪，非要去这种地方乘凉，回来以后莫名其妙就发高烧，打针吃药都不见好。这不是里头有什么东西害你，是你自己把最后那点元气给耗光了。属马的朋友，今年这股气机是明着来的，像一团火在里头烧，你至少还能感觉到疼。可是接下来的这一个属相那就完全不一样了，它来的毫无征兆，一旦发作，冲得比马还要狠，直接就能把人的根基给掀翻。这冲得最狠的，毫无征兆就能把人掀翻的，就是属鼠的朋友。你们要晓得，老祖宗留下的学问里12个地支，属鼠的是子，对应的是水。今年是午年，午对应的是火，这在命理上叫做子午相冲。什么叫冲？这个道理很简单，你想想看，两个脾气都很倔的人走进了一条又细又长的窄巷子，一个从这头来，一个从那头来，面对面撞上了，谁也躲不开，谁也不肯让。水碰上火，滋的一声，水被烧干了，火被浇灭了，两边都不好过。所以属鼠的朋友，今年一整年，不论是家里头的事还是外头的事，就像是坐过山车一样，忽上忽下。很多事情你自己说了根本不算，总觉得背后有一股力气在推着你走。那有人就问了，既然一整年都冲了，为什么偏偏到了7月初1日食这几天，这股劲儿特别厉害呢？我告诉你们，平常的时候天上有个大太阳，也就是那个丙火死死压着，地下的子水知道上头有管束，它就老老实实的。可是日食那一下，太阳被遮住了，极阴之门打开，那股压制水的阳气在那一个钟点里突然就没了。属鼠的朋友身上带着的那股水一下子没人管了，就像脱了缰的野马一样，开始疯狂地往外长。这在命理上叫做水泛一条河。当河堤还在的时候，那河水能灌溉农田，是养人的好东西。可是河堤一旦没了，
水还是那些水，它就不养人了，它要漫出来了。这股水一泛滥，最先淹没的是哪里？是你的心水一涨，心就乱了，定不下来。你是不是觉得最近无缘无故的心里发慌，坐在家里什么事都没有，可是这颗心悬在半空，遇到点鸡毛蒜皮的小事，要拿主意的时候，左想右想，拿不定主意，更有甚者，开始对家里人起疑心。明明是跟你最亲近的老伴儿女，你偏偏觉得人家说话里有话，觉得人家在算计你的钱，算计你的东西，这种疑神疑鬼，就是心乱了。讲到钱，我要特别着重跟属鼠的朋友交个底，这可能是我今天讲的最要紧，最能帮你们守住家运的一段话。老祖宗讲，水这个东西在人身上，一头管着你的财路，另一头管着你的清醒。你注意听，这不是两件事，这是同一股水，水一旦乱了，这两头是一起乱的。所以属鼠的朋友，如果你今年破了财，或者马上要面临大笔花钱的事，你千万不要以为仅仅是自己手气差或者运气不好。佛法讲得很清楚，万法唯心造，真相是什么？真相是你脑子先不清醒了，然后你的钱才出了问题。顺序是这个顺序，千万别搞反了。你想想看，你这辈子吃过的大亏，上过的恶当，是不是十有八九都是在你心里烦躁、脑子发懵的时候一拍脑袋定下来的？尤其是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手里攥着点养老钱，这个月你只要碰上这三样情况，不管对方说的天花乱坠，你必须马上停下来。第一，事情拼命催你，告诉你过了今天这村就没这店了，再不买就涨价了。第二，消息是熟人给的，而且对方特别热心，非要拉着你一起发财。第三，你自己心里头其实有点扑通扑通不踏实，可是对方太热情，你脸皮薄，不好意思开口拒绝。只要碰到这三条里的一条，凡是动大钱的事，不管是签什么理财合同，动你的本金，还是听人忽悠，买一堆没用的保健品，你能往后拖就一定要往后拖，实在抹不开面子脱不掉，你就去找一个今年运势平顺的家里人，让你儿子女儿帮你多看一眼，千万不要自己在气血翻涌，一冲动之下就把字签了，脑子一乱，水一泛，你手上的活钱一下子就空了，到时候哭都找不到地方，心乱了，钱容易散。这股气机要是冲在身体上，也一样要受苦。子这个字在人身体上对应的是肾、膀胱、泌尿系统，还有身上的血脉。7月初一那股极寒之气猛地一冲，你如果这几天觉得整个人软绵绵的，走2步路就容易累，老是觉得腰酸背痛，那你就要注意了，这不仅仅是年纪大了，老毛病又犯了，这是在天地极寒的气机下，你的身子在跟你喊救命，提醒你元气漏得太多了。除了身体和钱财，还有一件事，属鼠的朋友这个月必须处处留心。冲这个字本来就带着壮的意思，这2天阳气不足，人的魂魄就不稳，你走在路上或者自己开个老年代步车，很容易会出现那么1-2秒钟的精神空白。就那1-2秒钟，平时看着挺机灵的人，过马路居然低头看手机，或者跟谁赌气，脚底下一用力就踩了油门。有位老先生这辈子是个本分人，做事稳重，几十年来出门雷打不动都是坐公车，从来不跟人争抢，是个出了名的好脾气。可是前阵子天阴沉沉的，闷得像个大蒸笼，老先生一个人坐在家里的摇椅上，手里的蒲扇
怎么摇都觉得风是烫的。他觉得心里头没来由的一阵阵烦躁，站起来走2步又坐下，怎么都坐不住，最后实在憋气，他一拍大腿，走到门口的柜子里，翻出了那把落了灰的车钥匙。他平时极少开车，但那天就是不想去挤公车，临时决定自己开车出去透透风。他坐进车里，双手死死握着方向盘，平时挺顺眼的路况，那天看着怎么都不顺眼，前面的车稍微慢一点，他就在心里骂，旁边的车按一下喇叭，他火气就往上冒。开到半路上，前面是个大十字路口，老先生远远地看见绿灯开始闪烁，要变黄灯了。要是搁在平时，他离着50米就松油门溜车，稳稳当当停下了。可是那天他脑子里有一股无名火，心里有个声音在喊，我凭什么要等？我不等了。他一反常态，非但没踩刹车，反而脚底下一使劲，一脚油门就轰了过去，车子嗖的一下冲过了停止线。老先生过了路口，心里还暗暗松了一口气，想着好险好险，总算过去了。紧接着因为前面路口稍微有点堵，他赶紧踩刹车，把车稳稳地停在了马路当间。他长舒了一口气，刚想伸手去拿副驾驶上的毛巾擦擦额头上的汗，就在这一瞬间，砰一声极其沉闷的巨响，这声音极大，震得他耳朵嗡嗡直响。紧接着是一股巨大的冲力，老先生整个人被狠狠地往前一撞，然后又被重重地弹回椅背上。他坐在驾驶座上，双手还在半空中僵着，脑子里一片空白，半天回不过神来。出事的根本不是他刚才抢黄灯的那一瞬间，是他停下来之后紧跟在他后面的一台越野车，司机走神没刹住，结结实实地撞在了他的车尾上。诸位你想想看，这场车祸老先生做错什么了？交警来了也是判后车全责，他停稳了被追尾，从规矩上讲他一点错都没有，可是他真的没错吗？我告诉你们，他错就错在他那天的心静不下来了。那个撞根本不是命运故意安排一辆车来毁他，是天地契机在提醒他，你平时那么稳当的一个人，为什么该静的那一刻你偏偏静不下来了？你心里的那股水泛滥了，脑子不清醒了，心一旦乱了，外面的一切冲撞就都顺理成章地找上门来了。你以为是意外，其实根子早就埋在了你出门前那股烦躁的心念里。所以为了护住这份清净，属鼠的朋友在这个7月有一个地方打死也别去，老祖宗留下的易经里头坎卦代表水，同时也代表幽暗，代表未知和险难。白天的时候太阳光热烈，能照进水里，把水里那股阴寒之气给化掉。可是日食那天开始，阳气跌到了全年的最低谷，水面上那股寒气没人管了，越聚越浓。属鼠的朋友本身五行就是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一样的东西碰在一起，那是吸得最紧的。所以在这个月，属鼠的人一旦靠近，夜里的水边受到的冲击是最直接最猛烈的。有些人在半夜经过水边出了意外，民间就有很多传言，说什么水鬼招替身。我告诉你们，完全没有那么多玄虚的东西。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是到了半夜，尤其是在这种极阴的日子里，水边上那股阴寒之气太重太厚了。如果一个人恰好最近心乱，精神虚弱，运气又低，他只要一走进那个水边，那股冰冷刺骨的寒气呼地一下，顺着毛孔冲进身体，他的脑血管一收缩，当下脑子就懵了，
眼睛一发花，脚底下一发软踏空，人扑通一声就掉进去了。你们看，把这天地气机的道理讲明白了，是不是一点都不吓人？吓人的从来都不是外面的环境，而是你不晓得它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你懂了这股寒气是怎么冲击人体的，你在气虚的时候避开它，防住了，它就根本伤不到你。这种气机的冲撞是当面来的，就像两车相撞，你好歹看得见它，知道去躲避。可是对属牛的朋友来说，今年你们遇到的这个坎儿，它不撞你，它是一点一点的磨你。你们要晓得，属牛的朋友今年在命理上叫做丑午相害。我经常跟人讲，这个害跟那个冲到底差在哪里？我告诉你们，冲是别人当面给你一拳，你知道疼，你也知道去挡去躲，可是还不是。害就像是你走路的时候，鞋里头不知不觉进了一粒沙子，你说它有多疼吧？其实也不算疼，你抖一抖脚，觉得还能忍，你说不管它吧。可是你顶着这粒沙子走上一天，到了晚上脱鞋一看，那只脚已经被磨破了。它从来不正面撞你，它就是藏在暗处，一点一点的耗你。等你发觉不对劲的时候，你的精气神，你的人缘已经被耗掉好大一半了。那为什么丑和午碰在一起会相害呢？这个道理很简单，老祖宗的五行学问讲得非常透彻。丑属土，而且是阴土，是潮湿的泥土，午属火。按理说五行里火生土，火烧完了变成灰，能滋养土地，这表面看起来是天大的好事啊。可是你们要晓得，丑这块湿土里头暗藏着一股鬼水，当火去生土的时候，土里藏着的这股水就会在暗地里悄悄地把火的光芒给掩盖住，让火发不出光来。火发不出光，它憋屈啊，它那股燥热之气又会反过来把丑土里头原本生机勃勃的水分给硬生生烤干。你仔细品一品，你压我一点，我伤你一点，互相都在暗中使绊子，谁也讨不到半点好处。你注意听，这种局面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它表面上还是相生的，表面上大家还是和和气气的，好好的，所以你根本看不出哪里不对劲。这就是害最难防、最伤人的地方。属牛的人天生是什么性格？绝大多数都是老实本分，厚道实在，平时抱着吃点亏没关系，多干点活也不死人的想法去待人接物。可是到了今年，尤其是在这个气机被日食猛烈扭转的7月，你那份不设防的厚道就会变成别人手里捅向你的刀子。你回头想一想，这2个月是不是经常有这样的事？有一项工作或者家里的一件大事，你跑前跑后，出了最大的力气，流了最多的汗，可是到了最后关头，果子被人端走了。更让人寒心的是，你平时掏心掏肺对待的朋友，或者你处处帮衬的亲戚，竟然在背后悄悄讲你的闲话，编排你的不是。你一直被蒙在鼓里，直到有一天别人把话传到你耳朵里，你当着人家的面都不知道手脚该往哪里放。我告诉你们，背后挨的这一刀最伤人的，根本不是你白干了那些活，也不是损失了那点钱，是你从今往后心凉了，你不敢再毫无保留地对别人好了，这才是相害最毒的一面，它在摧毁你心里的那点光。讲到厚道人不设防吃大亏，历史上有个人，诸位都晓得他的名字，南宋的岳飞。他一辈子精忠报国，带着岳家军在前线拼死拼活的打仗，他对国家
对朝廷那真是忠心耿耿，一点私心都没有。他觉得只要我行得正，做得端，只要我全心全意为了天下好，谁能把我怎么样？他把所有的防备都放在了对面的敌人身上，却唯独没有防备自己背后的朝廷。结果呢，那个奸臣秦桧要在背后害他。当时朝廷里另一位正直的大将韩世忠实在看不下去了，他跑到秦桧的府上，当面质问秦桧：你口口声声说岳将军谋反，说他有罪，你的证据呢？你凭什么抓他？他的罪名到底是什么？秦桧坐在太师椅上，眼皮都不抬，手里端着茶碗，轻飘飘地答了3个字：莫须有。什么叫莫须有？就是也许有吧，大概有吧。韩世忠气得浑身发抖，指着秦桧的鼻子大骂：莫须有这3个字，你怎么能让天下人服气？你怎么堵得住？天下人的悠悠众口，秦桧根本不接他的话，也不去解释，因为他心里很清楚，害人的话从来都不需要讲得通，也不需要什么铁证如山，他只需要有人一直在背后不停地讲，只要掌握了权力的人愿意去相信，那就足够了。最后一心报国的岳飞没有死在刀光剑影的战场上，却满腔悲愤地死在了自己人的风波亭里。诸位，你想想看，厚道人为什么最容易吃暗亏？因为他不设防啊，他总觉得天下人都有良心。所以属牛的朋友，今年你们遇到那些对你反常客气的人，或者听到那些关于你自己的流言蜚语，千万不要上去跟人家硬碰硬的争辩，你越争反而越陷越深。这股害的气机不仅在人际关系上磨你，它转到身体上也一样在暗耗着你。五行里头丑土对应的是人体的脾胃和皮肤，今年这种湿土碰上燥火的格局，再加上7月这股乱窜的阴气，最先疲软罢工的就是你的脾气和胃气。你是不是觉得最近这阵子特别吃不下东西，看着满桌子的饭菜就是没有胃口，勉强吃一点，肚子就胀得发疼。平时吃着没问题的东西，这几天稍微受点凉，或者稍微不那么干净，立刻就闹肚子，闹得厉害。这就是脾胃虚了。脾胃一虚，身体里的湿气就排不出去，全憋在里头。所以很多人最近皮肤上莫名其妙的起疹子、发痒、过敏。我告诉你们，这些看上去都是小毛病，要不了你的命。可是你想想看，天天肚子不舒服，夜里身上痒得睡不着，这就像是一副看不见的沉重枷锁，一天一天地把你的精气神全给磨掉了。人一旦被磨虚了，身上那股阳刚的正气就弱，正气一弱，外头那些乱七八糟的阴寒之气就更容易顺着毛孔往你身体里钻，招了这些气，你的人就更虚。这就是一个死循环，一个自己转不出来的圈。那属牛的朋友这个月到底该怎么守住自己？老话有2句，叫做祸从口出，病从口入。今年这个特殊的时候，对属牛的朋友来说，这2句话一个字都不能少。嘴巴管着2头，吃进去的这一头，你这个月必须清淡规律，那些生冷的、油腻的、来路不明、不干净的东西一概不要碰，把脾胃这股后天之本给养住。说出来的这一头更关键，这个月你绝对不要去掺和任何人的是非。别人在你面前发牢骚，讲邻居的闲话，你怎么办？你就微微笑一笑，点点头，当个听不懂的外人，绝不附和，绝不接话，更不要好心去替别人打抱不平。只要你管住了自己的嘴，你身上那股清净的气机就锁住了。
外面那些想要暗算你、拉你下水的乱气就找不到缝隙钻进来。最后属牛的朋友在这个月有2个地方你千万要避开，这2个地方在风水上叫做阴阳交界之所。第一个是半夜的医院急诊，诸位，我们首先要讲清楚，医院是救死扶伤的地方，医生护士那都是积德行善的活菩萨，这个咱们不能乱说。可是你要晓得，那里也是每天都在上演生老病死的地方，那里面堆积了多少人的疼痛，多少人的恐惧，多少家属的舍不得和眼泪。到了半夜，尤其是急诊室，那种气场是一天里头最重最杂的。第二个地方是那种老旧的地下停车场，在地底下10几米深，常年一点太阳光都照不进来，空气根本不流通，汽车排出的废气，地上的阴沟积水，常年不动的闷气全混在一起。属牛的人本身五行就是湿土，湿土的特性就是吸附，你今年身子本来就虚，防线本来就弱，你往这2个地方一走，那些沉甸甸的驳杂的志气全被你吸过来了。很多老人家平时常说去了一趟某个地方回来就卡阴了，其实就是这么回事。你从那种地下车库或者半夜的急诊室走出来，你会觉得整个人像是在肩膀上背了一麻袋米一样沉甸甸的，连抬个手都觉得累。接下来好几天你做任何事都会觉得差那么一点点运气，所以能不去绝对不去，非要去就大白天去，速战速决。前面这3个属相，不管是当面撞你还是背后耗你，你好歹都能感觉到自己确实是中了招，心里有个数。可是当面撞你，接下来的最后这一个属相，它是最容易被漏掉的一个，也是好多人到今天被折腾得精疲力尽，却还不晓得自己到底是怎么掉进坑里的。就是属兔的朋友，你们要晓得，属兔的朋友今年在老祖宗的流年排盘里叫做卯午相破。有朋友一听这个破字就觉得，哎呀，是不是像玻璃杯掉在地上哐当一声砸得稀巴烂？我告诉你们，不是的，那是冲，是硬碰硬。那破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呢？这个道理很简单，破不是把你当面撞碎，它是从边角上一点一点的剥，一点一点的拆。这就像是什么？就像是你辛辛苦苦盖一栋房子，你打地基砌砖墙，起早贪黑的干了一整年，眼看着房子就要封顶了，你满心欢喜的准备上梁挂红，就在这最后一步，突然来了个人，把你底下最要紧的那根梁给抽走了，轰地一下，眼看着就要成的大事，瞬间它成了一堆废墟。你注意听，它不是一开始不让你盖，它是不停的给你希望，让你搭进去无数的心血和本钱，等到了最后一步，它才动手，让你功亏一篑。那为什么卯和午碰在一起会是这种相破的局面呢？老祖宗留下来的五行学问把这里头的因果讲得非常透彻。卯属木，而且是阴木，就好比是地上的花草树枝。午属火，按理说五行里头木生火，木头天生就是给火当柴烧的，帮衬别人，声望别人，这本来是件好事。可是诸位，你们要晓得，今年是个什么年份？今年是丙午火年，又撞上了极阴的日食，这叫火势滔天啊！在这么大的火面前，属兔的朋友，你身上那点阴木，那点小柴火丢进去会怎么样？不但填不满那个火坑，不但生不旺那个火，
反而你自己瞬间就会被烤干，被烧成灰烬。这在咱们日常过日子里到底是个什么意思？我告诉你们，这就叫你帮人，帮到最后把你自己的整个家底都搭进去了。你以为你在成全人家，你在大发善心，实际上呢，你是在拿你自己的命，你自己的运去填那个无底洞，你在烧你自己。你想想看，你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情形？今年以来，不论是给儿女办事，还是自己做点小买卖，哪怕是跟人谈个什么小合作，事情明明谈得好好的，大家酒也喝了，手也握了，眼看就成了，你甚至都高兴地跟家里人讲出去了，结果到了最后要签字要落实的那一步，突然黄了，对方要么临时改口，要么电话不接，总之就是差那么临门一脚塌了。一次这样你觉得是偶然，两次这样你觉得是运气不好，接二连三的这样，你的心就碎了，你不好意思再跟家里人解释，只能自己把这口苦水咽下去。破这个东西最伤人的，根本不是你在这个过程中损失了多少钱，搭进去了多少顿饭，最伤人的是那个就差一点。这种反复的折磨会把你心里的那点精气神全部抽干，让你从此以后再也不敢相信自己，干什么事都觉得心虚。有一户人家，老太太是个极其本分热心的人，属兔的家里有个小女儿，谈了个对象，这门婚事两家人来来回回谈了整整1年，什么彩礼嫁妆以后住哪里全都商量妥当了，眼看着好日子就要到了，酒席在镇上最好的馆子里订好了，定金也交了，厚厚的红底烫金喜帖，老太太跟老伴2个人带着老花镜，一笔一画的写上亲戚朋友的名字，一家一家的全都发了出去，全村的人都知道这家人下个月要办大喜事了。老太太心里高兴啊，她瞒着女儿偷偷去扯了几尺上好的红丝绒缎子，给自己亲手缝了一件大红色的对襟喜服，就等着女儿出嫁那天，穿着它端端正正地坐在堂屋里，喝女婿敬的那杯茶。那件红衣服缝好之后，被他平平整整地挂在老衣柜的最里头，每天都要打开柜门看上2眼。可是诸位，你们猜怎么着？就在婚礼举办的前11天，也就是所有的准备都已经板上钉钉的时候，那天下午亲家公和亲家母突然上门了，2个人脸色有些尴尬，手里拎着2盒点心进了堂屋。老太太赶紧高高兴兴地泡茶，亲家公坐下茶还没喝，就先叹了口气，说了一句：老嫂子啊，2个孩子的事我们回去又合计了一下，觉得还是有点不合适，要不这婚事咱们再想想。就这么一句话，轻飘飘的，没有吵架，没有摔东西，连个明确的理由都没给。老太太当时正端着开水瓶准备给他们添水，听到这话，整个人像是被雷劈了一样僵在那里，开水滴在手背上，他竟然一点都感觉不到疼。你们注意听，这门婚事如果成不了，为什么不在1年前谈不拢的时候说？为什么不在3个月前挑饭店的时候说？偏偏要等酒席定好了，偏偏要等喜帖全都发出去了，偏偏要等老太太满心欢喜的缝好了那件红衣服之后才说。这就叫破。他从来不在半道上拦你，因为半道上拦你，你还有退路，你伤得不深，他非要像鬼魅一样静静地蛰伏着，就在最后那一步等着你，看着你爬到最高处，然后一脚把你踹下来。这股相破的乱气不仅在事情上折磨你，它落到你的身体上，一样在悄悄地剥夺你的元气。老祖宗的医理上讲，
卯木在人的身体上，对应的是什么？是肝胆，是全身的筋骨，还有你的眼睛。今年这股滔天的大火，把你这根属兔的阴木架在火上烤，木头被烤干了，体内的水分没了，最先烧起来的就是你的肝火。你仔细体会一下，最近这段时间，你是不是经常觉得眼睛干涩发胀，看一会儿电视，看一会儿手机，就觉得眼睛疼得受不了，每天早上起来觉得浑身的筋骨发僵发酸，怎么伸展都觉得不痛快。而且我在这里点出一个让很多人都忽略的细节，诸位可以当场自己查一查。属兔的朋友，在这个月你会特别容易在一个固定的钟点醒过来，夜里1点到3点，你本来睡得好好的，一到这个点准时睁开眼睛，然后再也睡不着，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天亮。为什么偏偏是这个钟点？因为中医讲得明明白白，夜里1点到3点是丑时，正是人体气血流注肝经的时候，也是你的肝脏排毒休息的最关键时刻。你在这个时候莫名其妙的醒过来，就是你的肝火太旺，阴虚火旺，你的肝脏在向你喊救命，在跟你讲话啊。身体既然发出了这样的警告，那属兔的朋友在这个流月里，你最要防备的一件事是什么？既然命理上讲，你今年容易因为帮人而把自己搭进去，木烧火烧到自己都没了，那么落到咱们老百姓每天实实在在的日子上，最像这种行为的就是替别人做担保，替别人背债，替别人出面签字画押。不管是你多亲的亲戚，不管是认识了多少年的老哥们儿，哪怕是他跪在地上求你说就差你签个字，这笔钱就能贷下来了，我过2天马上就还。诸位，你记住我的话，这个月凡是要你签字的，要你拿房产证去抵押担保的，要你在中间做中人保人的，一律往后推，绝对不能碰。你是好心，你觉得你不帮他，他就过不去这个坎。可是今年这个极其特殊的契机之下，你的这个好心最后100%会变成你自己还不清的烂账。除了守住这道防线，属兔的朋友在这个月里也有一个地方绝对不要去。五行里头有一句口诀，叫做木衰之处最伤木。什么地方是木衰之处？就是那些废弃多年的老工地，建了一半烂尾的楼房，或者是久无人住的空房子、破庙。你们要晓得，房子是靠人来养的，靠人的阳气、人气来支撑的。一个地方荒了太久，人气一旦散尽，什么乱七八糟的阴寒之气、衰败之气都会往里头钻。属兔的朋友，你身上的那点木气本来就已经被今年的流年大火给烤干了，你本身就处于气场极其虚弱的状态。如果你还因为好奇或者跟着朋友去那种荒凉衰败的地方溜达凑热闹，那真是雪上加霜。那里的衰气会瞬间把你仅剩的一点元气吸走，让你回来之后大病一场，或者连着倒大霉。讲到这里，4个受冲击最大的属相我们算是全都讲完了，你们现在心里头应该都有个数了。可是光知道怕，光知道躲是不够的。既然天象如此，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做才能把自己的命盘护住？我们不仅要护住自己，还要护住那一屋子老小。那到底该怎么办？我告诉你们，要保住自己，护住家人，方法不在天上，就在咱们每天实实在在的日子里。
首先第一个，守住一天里头的这4个钟头。老祖宗留下的时辰学问讲，一天12个时辰，子时和丑时，也就是夜里的11点到凌晨的3点，这是天地间阴阳交接的时候，也是人身上阳气最弱、防线最松的时候。在这个特殊的7月，尤其是在日食前后的这几天，这4个钟头里，外头的乱气是最猖狂的，所以这个月尽量不要在这段时间出门，不管多晚的饭局，11点之前一定得闪了回家。如果你已经躺在床上了，半夜突然醒过来，觉得心里发慌或者口渴，你也别急急忙忙地爬起来，在屋子里到处走动，你就安安稳稳地平躺着，做几个深呼吸，心里头默默地念几句佛号，或者念一句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你不必念出声，就在心里头默念，把心定住，把气沉下来，这就足够了。第二个，颜色出门的时候要在自己身上带个小太阳，这个道理很简单，你穿的衣服就是你身上的第2层皮，像黑色、深蓝色这些冷色、暗色，它天生就是吸阴气的。这个月外头本来阴寒之气就重，你再穿的一身黑出去，那不是很容易，就跟外头那股阴气凑到一块去了吗？反而把自己身上仅有的那点阳气给死死压住了。那该穿什么？穿红的、橙的、黄的，这些叫做暖色。这几个属相的朋友在这个月出门的时候，尽量挑2件暖色的衣服穿，或者你实在不喜欢穿大红大绿的，哪怕你在手腕上系一根红绳，在口袋里装一块红手绢都可以。这就好比你在自己身上人为的带了一个小太阳，外头那些乱七八糟的寒气一看觉得刺眼，它自然就绕着你走了。第3个，咱们来讲讲家里的布置。你们要晓得，一座房子它跟人一样，也是有呼吸的。你家的大门就是这一家人的气口。老祖宗讲，气口要是堵住了，好的进不来，坏的出不去。所以今天听完课，第一件事，去把你家门口堆的那些破纸箱子、旧鞋子、不用的杂物通通清理干净，让那个门口清清爽爽的。到了天黑之后，家里头千万不要有那种整片全黑的房间。如果走廊或者客厅没人，你也要留一盏瓦数很小的小夜灯。这盏灯不是为了照给别人看的，是为了给你自己心里留个亮。人心只要有一点光明，那股虚切的慌乱就进不来。如果你们家里有供桌供了菩萨的，这个月的香火不要断，每天干干净净的供上。但是我要在这里驳正一个事情，很多人一听这个月有冲撞，吓得不行，一天到晚在菩萨面前烧一大把一大把的香，熏得满屋子都是烟，一边烧还一边求菩萨保佑。千万不要这么搞，我告诉你们，心诚一炷香胜过你慌慌张张烧一把。菩萨不是贪图你那点香火钱，那炷香点的是你自己的清净心。还有最要紧的一点，这个月家里人之间绝对要少吵架，一家子的气机是连在一起的。一个人火气大，天天在家里摔摔打打，全家的气场都会跟着暴躁。你只要能把心平下来，你家那个气场就是一个坚不可摧的铁桶，外头的阴气再重也绝透不进来。第4个，守住一张嘴。我前面在讲属牛的时候提到过，要少说一句。其实不仅是属牛的，咱们所有的老朋友这个月都要管住这张嘴，是非不要掺和，别去传别人的闲话，也别去打听那些乌七八糟的事，话少一点，你的元气就漏得少一点。你守住嘴，
其实就是守住了你身上的正气。第5个，关于随身带的物件，现在外头很多人动不动就跟你讲什么能量场、磁场，说你要花大几千上万块钱买个什么特殊材质的珠子，戴在身上就能挡灾。我告诉你们，不要去听那些玄之又玄的词汇，老祖宗留下来的那些手串玉佩确实有安神的作用，但它取的是个什么意思呢？它不是说这块木头或者这块石头有多大的法力能把你罩住，它是为了给你一个提醒。你想想看，当你火气上涌想要破口大骂的时候，你的手指突然摸到了手腕上那串圆润的珠子，或者摸到了胸口那块冰凉的玉，那一瞬间你的心里咯噔一下，想起来了，哎呀，我在修行，我得收着点，我得慢一点，我得少说一句。你们要晓得，真正管用，真正能保住你的，根本不是那块木头或者石头，是你每回磨到它的时候，你心里头被唤醒的那一善念，这一念就是最厉害的护身符。所以你根本不用去花大冤枉钱买什么昂贵的法器，如果非要花大钱才灵验，那你就要多动脑筋想一想，这里头是不是有骗局了。最后我要讲今天压轴的，也是天地间真正的终极的护身符。老祖宗有一句话叫祸福无门，为人自造。这话什么意思？就是说福气也好，灾祸也罢，它根本就没有一个固定的门，自己长着腿走进来找你，全都是人自己一点一点招惹来的。人身上的那股气，说到底是由你自己的念头和你做过的事决定的。如果你每一天心里装的都是亮堂堂的，是坦荡荡的，是天天想着怎么能帮别人一把，怎么能多做点善事，那么不用求，你身上自然而然就会生出一股浩然正气。有了这股正气，什么基因之气，什么罕见的天象都动不了你分毫。反过来，如果一个人天天算计别人，心里装满了贪心、嫉妒和怨恨，总是占别人的便宜，我告诉你们，他身上挂再多开过光的东西，带再多名贵的护身符都没有用，因为它里头的那股气是暗的，是乱的，在气机交锋、极寒极阴的天底下，头一个被找上的必定就是他。佛法讲得很清楚，这就是业。很多人觉得业力是不是有个神仙拿个小本本记在天上？不是的，它根本不在天上，它就实实在在的记在你自己身上，记在你起心动念的那一下，你的每一个善念都在为你增加一层防弹衣，你的每一个恶念都在亲手扒掉你的一层皮。天象到底是什么？日食也好，鬼门开也罢，它只是个终点，只是个拿着喇叭在前面叫号的。那本决定你命运走向的因果大账，从头到尾每一笔都是你自己亲自记上去的。所以我今天讲了这么多可怕的冲撞，讲了这么多防范的规矩，绝对不是要在你们的心里种下一颗恐惧的种子。我是希望大家能真正明白这天地气机与个人因果的道理，明白了道理，你的心就定了，心定了，你自然就不会糊里糊涂的往那些乱气里、往枪口上撞了。好了，今天讲了这么多，我晓得咱们很多都是上了年纪的老朋友，听着听着前面的可能就忘了，没关系，我在最后给大家啰嗦一遍，你们千万要在心里头记死属马的朋友，今年千万别跟自己过不去，心里头那把邪火打死也别往老伴儿和儿女身上撒，伤了亲人，最后疼的是你自己。属的朋友，今年你不是手气差，是脑子先乱了，钱才跟着出的问题。
所以这个月凡是动大钱要签字的事，一律往后推。属牛的朋友，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守好背后那一刀，管好你自己那张嘴，别人的是非咱们一句也不听，一句也不传。属兔的朋友，你今年最怕的就是最后一步功亏一篑，那个就差一点最伤人。所以凡是找你签字做担保的事，一律不碰，实在推不掉，就拿我男士的话去当挡箭牌。保命护身的事就这3件。第一，夜里11点到凌晨3点，老老实实在家里待着，醒了也躺在床上定定心。第二，出门尽量穿红的、黄的、橙色的暖色衣服，这就好比在身上带了个小太阳。第三，把你家大门口那些乱七八糟的杂物清理干净。天黑之后给家里留一盏小灯。你们要晓得，讲到底，天底下最好的风水到底在哪里？它不在天上，也不在坟地里，它就在你们自己的心里头。一个人想要真正的改命，最大的改命是什么？是改你自己的念头，改你自己的行为，改你种下的那个因。佛法讲得很清楚，因果是不虚的。今天我把这些天地契机的道理讲得这么透，你听懂了，你把这个视频转给你的兄弟姐妹，转给你的老相识、老朋友。我告诉你们，你这不是在凑热闹，你的一句善意提醒，可能就让他少造了一场口业，让他少走了一条弯路，甚至帮他躲过了一次败坏家运的灾祸。这就是你在这个特殊的月份里，在不知不觉中为你自己积攒福报，这是功德无量的事啊。老祖宗讲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咱们大家都来做一个传递善念、护持家人平安的好人。这个道理很简单，对不对？如果你觉得我今天讲的这些大白话对你的家庭有帮助，请动动手指，给这个视频点个赞，点个关注。不要小看这个动作，你每一次的转发和分享都是在为自己和家人积福。最后大家一定要在底下的评论区里留下一句愿家宅平安。我告诉你们，文字是有力量的，人的念头是有巨大能量的。当咱们这里千万人的善念在这个屏幕底下汇聚在一起的时候，那个形成的能量场威力不可思议。你今天写下的每一句善言，发出的每一份善念，最终都会化作绵绵不绝的福气，完完整整的回到你自己和你的家人身上，